心气儿没了的人，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之前自己也经历过。2020年，我因为自己的狂妄创业负债了200多万。之前这件事儿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原因是什么？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呢，我就是想用我那段低谷的经历来告诉各位，我是怎么从一具行尸走肉，一步一步把我自己的心气儿找回来的，并且能够做成现在的成就。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经历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希望我下面分享我自己找回心气的经验，能够让你疯狂的拉自己一把，拯救自己一下。就是你仔细观察一下，有一些人其实他每天都是在正常的上班、吃饭、生活、刷手机、看视频、看电影，甚至呢你跟他去聊几句天，他还可以回你。但是你盯着这种人的眼睛，你去看，他里边实际上是空的，不是难过，也不是悲伤，是一种非常冷静的平静，就这种感觉，就什么都无所谓，碰到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没有劲儿，干什么都没有劲儿，甚至连愤怒连爆发都懒得干。就如果说你真的有过这种感觉，你只要经历过一次这种感觉，真的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反正我这辈子是忘不掉了。这就是没了心气儿的一种状态。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聊聊我自己吧，就聊聊我2020年负债完200万之后的状态。当时呢，我没有哭，我也没有闹，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去抱怨过我现在的状态。我每天呢就是该干嘛就干嘛，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接电话，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对所有的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来，没有劲儿。以前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突然一瞬间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以前在乎的人呢，就感觉无所谓了。再就是以前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儿，突然就觉得做不做都一样，也就那事儿。每天躺在床上，自己不断的去刷手机，但是只有自己知道，其实自己啥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不知道想什么呢。答应好的事儿就是拖着不做，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勉强的去应付一下。就包括有一些话到嘴边了，也都咽回去，就是觉得说了没有用，没有意义。就是以前做的再熟练的事情也不想做了，再清楚的想法你根本就想不起来。当然这种状态它不是说能力出现了问题，是支撑你内心的那股就是能量断掉了，那股能量断了，没法支撑你了，就那个就像脊柱一样直接塌掉了。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清楚啊，记得一天的催债电话最少有10几个，就是每当我刚刚爬起来想折腾点什么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喂，催债电话又把我直接打回了原形啊！当然我那个时候没有眼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这种去哭喊闹，甚至都没有低谷期该有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要死要活的没有，就只有一种感觉，就是算了吧，哎，都算了吧，无所谓，就这样的。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件事情能够想明白，尤其是现在回想起来，就那种状态它不是脆弱，不是大家想象的样子，也不是矫情，更不是说懒不想做事情，是我的身体和大脑在用最低的能耗的方式来保护当时的我那个自己，就是这样的。就像有一个心理学上著名的实验是一样的，把一个狗关进了一个笼子，用那个蜂鸣器一响，然后就电击它。一开始呢，这个狗还拼命的去挣扎，倒是后来发现自己逃不掉，那就干脆就不跑了。就算你把这个笼子门打开，它也只会默默的趴在那儿去承受这件事情。这叫做什么？习惯性的无助，就是习得性的无助。就是我当时说难听点，我就是那条狗，就是每一次伸出手，它都烫我一点，被烫伤了，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别伸手了，伸了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之前的状态。而且呢，我又是一个穷人家孩子出身，从底层社会摸爬滚打爬上来的。我小时候听过最多的家里话，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跟我讲，家里穷，你要懂事儿，不要乱花钱，挣钱不容易，等你考上好的大学就好了，等你找到工作，等你找到好的工作就会变好了。就这种教育它不会给我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会让我从小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给有钱人玩的，跟我没关系，我做什么他都可能失败，失败了就翻不了身了。所以说创业失败它不是一个开始，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我的心气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全部磨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了啊！不是说我变懒了，也不是说我变绝望了，就为什么会走到这个负债200多万的那一步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根本就不是一次性的决策失误让我负债了200多万，是一连串的连环打击和积累。第一波打击还没处理好，第二波紧接着就来了，第三波第四波就像踩了地雷一样，玩扫雷，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就跟扫雷一样，点了一下满屏的地雷，就每挨一下心里就塌一块，每挨一下就心塌一块，就到最后我整个人就是像那个房子被抽空了，里边所有的承重墙就空的，徒有外表，外表还在，内心都空了，风一吹啪就倒了，就这种状态。那更可怕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身份是一个创业的人，我就是那个创业的人，他盖在了我的肩膀上，就是我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有想法有能力有折腾能让我开口，对吧？你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在别人的眼里你让我说我扛不住了，对吧？就这种事情你打心底里边你就不想去说，就是比破产还丢人啊，就这种状态。所以呢我当时就硬撑，我当时就硬扛，我再告诉自己会好的，再坚持一下，熬一下就过去了。就这些话我在自己的脑海里说了将近无数遍，说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自己都在骗自己啊！当时我还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把那段日子当成了过渡期。就是我觉得现在不算数，等我翻身了之后我才算活着，就这样的。就我每天就是敷衍自己，吃饭凑合一下，生活糊弄一下，见到的风景学到的东西全都不在意，根本就装不进脑子里面，就这种状态的全都不在意。我把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意义全部都压给了未来翻身之后的那一天。结果呢就日子越过越虚，越过越空，人呢越过越没，就这样状态。这就是心气儿消失的第一个特征。就我总结的这些事儿，就是你开始变懒了，这就是特征。但是呢这种懒它是你真正的懒吗？它不是，是你陷入在刚才我讲的那个习惯性的无助里边，习得性的无助里边。就是你发现自己他无论做什么都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的大脑会形成一种信念，冥冥之中就跟你讲，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无法改变我自己的现在的生活，我改变不了自己，我做也是会失败。于是呢你就放弃了，你就什么都不做了。就你们知道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个感觉哈，就躺在床上刷了一天的手机，对吧？眼睛酸了，脖子僵了，累得不行，但是呢睡不着，没有睡，你只是躺在那儿，大脑一片空白。你刷过去之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了什么，什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根本就不想事情。但是呢你还放不下手机，一直在那里刷。因为你一旦放下，你就得面对整个屋子里边空荡荡的自己，那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他不是说因为内向，是你觉得你跟人说任何的话都没有意思，跟别人聊任何的天，聊什么？你比方说别人跟你聊未来，你的脑子就会想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都这个样了。那别人跟你聊机会呢，你在想机会来了我也抓不住。那别人想跟你说加油，对吧？那你在想什么呢？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累吗？还加什么油啊？就是这种状态。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平静了，特别的平静，跟正常人的平静不一样。就不是说那种想开了之后的平静，不是，是一种没有办法再起波澜的麻木。就是以前你会在意的事现在不在意了，以前会生气的事现在觉得无所谓了，以前觉得所有人离开对你是一种伤害，那现在觉得走就走吧，有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就会觉得算了吧，干了也不可能会成功。就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你变得佛系了，你看得透了，变稳重了，但是呢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不是你看开的结果，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再承接住任何的情绪。你的心就像一个被反复拉扯的皮筋儿一样，拉扯的久了之后就没有弹性了，你现在就是那个没有弹性的皮筋儿。那么我是怎么爬出来的呢？我也给大家交代个实话，很简单，我在那个坑里将近待了有1年多的时间，没爬出来我爬出来的时候待了1年多的时间了，我没有看任何的励志视频，也没有给自己打任何的鸡血，也没有任何宏大的计划，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些东西对于一个心气儿消失的人来说，我认为是没有用的，一点用没有。就一个能量已经见底儿的人了，你让他自己逼他一把，就像让一个骨折的人站起来跑步一样，只会让他彻底的报废，变成更加的废物。所以说真正慢慢爬出来的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是做了几件非常小的小事，就尤其是第一个，就是当时我家里很乱，就是整理自己的书桌，家里很乱。我当时住的地方桌子上都是什么文件啊、催款单呀、欠债单呀、外卖盒啊，喝了半瓶的可乐、雪碧啊。就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我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就是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吧，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无意之举，我就把我这个桌面给收拾干净了。就在那一刻，我站在那儿看着我那个桌面，我的心里突然就咯噔了一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找到了我的心头，就那种感觉我后来查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叫做掌控感。就是我不是做成了什么样大的事情，我只是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边重新拿回来属于我自己一点点的掌控权和控制权，就那一小块，就让我觉得我好像仿佛还能做点什么。所以呢就是我跟你讲就拉回心气儿，就是我认为的是不要着急给自己打鸡血不要想着我要逆风翻盘，我要做人上人你要从一件极小极小的事情开始做，先开始，小到你不可能失败的那一种。你吃个饭刷个碗它不可能会失败，对吧？把桌子收拾干净把堆了1个星期的碗给洗掉，把就是1星期没有拖的地给它拖一拖，就这种动作，这种小事很容易完成，不可能失败。就这类动作激活的是什么？是对于你大脑那种我还能干那种感知，就这个积累起来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的让你自己促成更大的一种行动力，这就慢慢走出来了。我当时记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恢复自己的作息规律和自己的身体吧。就那个时候我的作息是完全乱的，我能负债200万的时候，我在床上一躺一天，吃饭都懒得吃，凌晨3、4点之前睡不着觉，下午没有2、3点能起来的时候，就这样。我觉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可做，我也还不上钱，我起那么早干嘛？我还不如躺着玩呢。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作息越乱，你的情绪越难稳定。就是睡觉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对吧？你睡就对了，你的大脑才有机会获得这种恢复嘛。不需要一下子变成什么早睡早起的这种好青年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就是今天比昨天我早起了半个小时，我吃了个早饭，够了，能做到你就赢了。你的身体它的节律就稳了，情绪的这种价值才会慢慢的让你自己上升。这不是玄学，这是生理规律，真的这是我做的第2件事。就第3个呢，其实就是切断所有一切无效的信息进入你的大脑，也非常的关键。就心气低的时候，一个人他习惯性的就是疯狂的去刷信息刷朋友圈刷视频看视频之类的，对吧？那么一切能刷的东西，想要打发这个时间，人都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呢，你以为这是在放松，其实不是其实是你在给你的大脑收集很多大量无用的垃圾信息，来填满自己的大脑这种空虚感，让你没有空去想那些痛苦的事儿，这是逃避。但这些东西它不会让你真正的满足，只会让你更加的疲惫。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件事，其实你们也可以学一学，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碰手机，我把手机我扔一边，我就吃，哪怕我吃完我在那儿待个半个小时，我发个呆，对吧？就是让我从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变成一个主动选择不会说话的人，就主动选择不会说话，就这个切换真的很重要，你们可以好好的理解一下就是我还是能做主的，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告诉我大脑，我能做主，我还能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还属于我的选择权，就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自己找一个真实并且能够达成的一个盼头吧。就注意我说的这种盼头不是说等你有钱了怎么样，不是这种是假盼头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是真正能够触手可得的东西。我想买个手机，我能买得到，对吧？那我当时我什么盼头都没有，我记得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最难的时候，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就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没事慢慢来，老弟，这到一切都会好起来，就这样一个盼头。就那顿饭之后，我的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来了一个念头，真的冒出了一个什么念头呢？我得让这个请我吃饭的人，就这件事儿，对吧？我跟他说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他请我吃饭的这件小事，这个人就让我觉得我活着好还有点用，就这样的。就这4件事，各位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小，非常的普通？但是对，就是普通，就是小事。但真正的这些普通的小事，一点一点的，就是把我从那个坑里边拉出来，拽出来了。就每天一点点，给自己多的一点掌控感，每天多一点点这种确定感，积少成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靠，你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靠近高能量的人，不要靠近那些天天抱怨负反馈的人
我当时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想见，谁都不想见，但是我强迫自己跟我一两个这种特别铁的朋友就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说那种你帮帮我救救我那种联系，不是这样的，就是一起吃顿饭，也可能我有一点闲钱可以请一顿，对吧？就听听他们聊天，也不用去说太多，不用交流太多。所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当你靠近一个高能量的人，那就等同于把你自己接入到一个非常积极的心理的一个能量场当中，起码在里边没有负向的能量来压榨你，对吧？他们的状态会悄无声息的把你感染掉的，这个你一定要相信，把你从孤立无援的一个泥潭里边一点一点给你拖出来。所以说你不需要变成他们的样子，这一点记住，你只需要让自己还被那种我还活着，还有劲儿，还能干事儿，对吧？这种氛围感，有这种氛围感一点点，对吧？积攒起来，那有时候你就需要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改变你。就最后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说一段话哈，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有用的你们可以自己记录一下哈。如果说你现在正是在我说的这个状态里边，我想明确的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你的错，真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说你没有上进心，你只是太累了，要承认你累的不是胳膊不是腿儿，你累的是什么？是你的心太累了，就是你的心里边扛了太多次期待当中的落空，承受了太多次的努力但是一无所获的这种状态，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的冲上去干一件事，最后撂下来的都是你。所以说时间久了，你的心里会产生这种压抑感，所以说你的心血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有太多的期待，不要有太多的投入，不要有太当真这件事儿，顺手去做，这样你就不会再失望了。这叫做自我修复，当然这不是堕落也不是认可，这叫自我修复。你不需要再逼自己一把，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有人跟你说一句，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真的已经很可以了，歇着歇吧，就这样。就那些真正成功这样的原因，就是让你变成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这些东西，就可能是工作当中一次次不被领导的认可，一次次被员工被同事去穿小鞋，那可能也是关系里边一次次被忽视，被男朋友甩了，对吧？被女朋友绿了，那可能也是你拼尽全力想做好一件事，却最后什么都没得到，你很失望，每一次失望都没人看见，每一次委屈都没有人去安慰你，每一次的脆弱都积压在自己的心里边。那么他们没有消失，这些东西他们只是在你的心里变成了你身上的重量，隐形的重量，所以说让你不堪重负这不是说你没有能量了，不是说背着东西走得太久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背着这些东西走得太长时间了，导致你现在这个心气儿没了。就我现在回头看一看我负债200万的那段日子，说点实话，我甚至有点小感激他，不是说感激他那种痛苦，那痛苦我再也不想拥有了，是感激他真正让我看清了一件事，就是真正能够把你拖向深渊的不是任何人来帮助你，是你自己心里那一点点还没有抹灭的火星，你需要把它点亮。它可能小到连你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它在，它没有消失。只要你还能，就是所有的朋友只要你还能听到我在这讲这段话的，说明你的那个小火星也在，就那个火星烧起来，它就是心气儿，慢慢急，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天一定会亮，你也一定会睡醒。你以前觉得自己完了不算数，你以前觉得自己翻不了身了不算数，你只是短暂的走了一段难走的路，那么等你缓过来，等你的心气儿重新聚起来的时候，你会比以前更加的稳重因为你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管的往上冲的那个人了，你是一个自己知道自己能够承担得了什么东西，也懂得是如何保护自己的人了。就这样的人才能够越走越远的。我到现在还在这条路上走着，负债还完了，早就还完了，对不对？就找回心气的第半年就还完了，公司重新做了，日子也在往好的方向去走但是呢，我知道如果说没有那一段心气消失的日子，我也不可能像今天这个样子坐在这儿跟你们讲这件事儿所以说把我砸碎了我的心，又让我一遍遍重组起来，所以说导致了我的心现在是铁的无坚不摧所以如果说你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话，我只想说一句话，朋友别放弃，不用做什么大事，从今天开始做一件极小的事情就可以，整理一下你的桌面，早上起来对吧，放下手机，吃个早饭，发个呆，哪怕你能做一件事，你就赢了。